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睡梦英雄》。这款游戏可能很多小伙伴对它的红白机版本比较熟悉。红白机版和街机版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两个版本的基本玩法就不太一样。红白机版主要是利用糖果来获得动物的能力。有的小伙伴表示，这是用迷魂糖果把动物迷晕，然后再扒它的皮。所以红白机版本的睡梦英雄也有一个俗称，就是扒皮小子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都是看什么童话长大的？这个故事背景被你们解读的也太黑暗了。红白机版本的魔法杖是在第7关之后才获得的，前期的关卡主要就是利用各种动物的能力收集钥匙，但是街机版没有收集钥匙的元素，而且故事的一开场，咱们的主人公尼莫就拿着魔法杖。街机版是可以2个人一起玩的，一批是尼莫，2批是一个叫做菲利普的角色。咱们在每关开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角色。另外，红白机的版本流程是10关，街机版只有7关，并且街机版的开场就是红白机版的第3关。后面的关卡由于玩法的不同，相同之处就不多了。街机版和红白机版相比，每一关都是有 BOSS 战的。红白机版只有在你获得了魔法杖之后，才有3个 BOSS。刚才的第1关，关卡的名称叫做摩尔菲斯国王，摩尔菲斯也是睡神的名字。第2关来到了休眠区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看我录制了大量的红白机游戏的街机版本。一般来说，街机版的系统上更加简陋一些，并且街机版本的推出时间比红白机版要早。但这款游戏情况有点特殊，街机版本发售于90年的12月18号，红白机版发售于90年的12月7号，几乎是同时发售的。绝大部分的游戏如果同时有红白机版和街机版，都是先有的街机版，后有的红白机版本。那么红白机版都是街机版的改良，但是睡梦英雄的街机版还有红白机版完全可以看作是2个游戏，二者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而且发售时间只差了11天。非要说相同点的话，就是使用了同一个背景故事。咱们的主人公叫做尼莫，有一天他睡着了之后，被邀请来到了斯兰帕岛游玩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误打误撞的开启了噩梦之门，放出了噩梦之王。噩梦之王绑架了斯兰帕岛的国王摩尔菲斯，在斯兰帕岛公主卡缪的请求之下，尼莫击败了噩梦之王。当然了，红白机版和街机版的剧情上略有差异，因为主人公拿到杖的时间不一样。
而且红白机版只是一个单人游戏，街机版是可以双打的，所以有飞利浦这么个角色。街机版里边，尼莫打开噩梦之门，也是受到了飞利浦的影响。第3关的场景叫做大气球。BOSS 就是一朵雷云，咱们可以用魔法杖来打它，也可以使用空中掉落的星星。打这个 BOSS 需要一个机会，它后面会发动一种攻击，俯冲下来，在地面进行波浪式的移动，这个时候是打倒它的最佳机会。我们可以一直对它进行追打，不过需要拼血。街机的版本看起来血量非常多，在屏幕的左下，整整的一条，但是很脆，在后面的关卡也就能挨3下。游戏当中除了加分的道具之外，还能够捡到糖果和饼干，这是回复血量的道具。其中糖果回复的比较少，饼干回复的比较多。另外能够捡到卷轴，卷轴的作用是增加法杖的射程。现在咱们的法杖应该已经强化过2次了。游戏当中捡到风车一样的道具，是可以让咱们拥有几次超级攻击。超级攻击击中的敌人会横着飞出去，它是有碰撞判定的，可以把碰到的敌人也撞飞。但是我感觉作用不是很大，因为超级攻击是有次数限制的。这个场景出现了很多的狗子，所以尼莫可能是一个怕狗的小孩儿。我本人是一个招狗的体质，不管多大型的、多生猛的狗，我都有上去撸2下的冲动。第4关的场景是警局 ，BOSS 是一个超大的齿轮。其实这关最好的攻略方式就是站点，咱们站在移动平台的右边，就可以够到 BOSS。BOSS 对你发动的攻击，你也可以打回去。打得虽然慢，但是安全。给了一个风车，咱们现在有超级攻击了。尼莫的睡衣会变成红色。独角兽是发动一次全屏的攻击。在这个地方打 BOSS 太安逸了。玩具士兵不用管它，因为身后的钉板反转的话，直接就会把它干掉。咱们安心拆 BOSS 就可以了。这里尼莫还有菲利普来到了噩梦之门。尼莫表示咱们应该回去了，但是菲利普说咱们正好有一把钥匙，门上有一个钥匙孔，
咱们捅一下试试。结果就把噩梦之门打开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是什么眼儿都要上去捅啊。第5关来到了噩梦区。这艘船有3层，一会儿它就漏水了。已经漏了，提示咱们往上爬。我还是早点爬到最上层吧。这次彻底沉了。这个球体也是蓝色的，放在水里不是很明显，可能是一个保龄球。越向边缘踩，它转得越快。大家注意，我这个法杖是开了连发的。现在让我一发一发的按攻击键，有点不太现实。对面还有飞行部队，这样的话海陆空他们是齐了呀。刚刚应该是又捡到了一个提升法杖威力的道具，所以咱们现在射得更远了。这个宝箱里边是个奖励。很多宝箱你是要经过特定的位置，它才会出现的。现在来看，主人公尼莫的装备实在是太简陋了，穿着睡衣，光着脚，这样出门冒险不扎脚吗？但游戏的一个设定就是，主人公尼莫是在睡梦当中被接到了斯兰帕岛。红白机版可以看到是乘坐热气球。第5关的 BOSS 是一个根雕，好吧，是一个树怪。它的攻击方式就是砸你。另外，地面会不断的出现小型的树怪，实在是没什么难度。不过到后面它会跳得越来越快，落地的时候咱们打它的机会会变少，这样无形当中增加了攻略它的时间。连续的给了2个超级攻击的道具。这个 BOSS 的作战思路我是明白了，他就是想让咱们夜长梦多呀。攻略的时间长，咱们犯错的几率也就增加。万一被他踩到1、2下，他就赚了。算盘打得山响，但是这个 BOSS 的实力实在是不怎么样。尼莫还有一种攻击方式，就是踩人。自从有了马里奥之后，能够踩敌方的游戏就变多了。第6关，噩梦城堡。这款游戏敌人的种类真的是非常多。这里出现了几种小飞龙，还有石巨人。
如果想打得快一点，很多宝箱是不需要拿的。已经爬到最上层了。这个场景走上路比较简单，下方有落石，而且这些小的史莱姆在上面闪光的时候，它是没有攻击判定的。这 BOSS 让我想起了沙罗曼蛇的某个 BOSS。这些石头咱们是可以捡起来砸它的。一般来说，投掷物品的攻击力要比法杖的攻击力高，但是法杖常有而物品不常有，而且法杖的攻击频率很快，所以你在输出的时候，你要考虑你是要依靠频率还是力度。当然，无论是频率还是力度，都要讲究方法，讲究节奏，不要一味的猛打猛冲。第7关，噩梦之王。这是我收集到的最后一个法杖威力上升的道具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错过加强的道具，如果有错过的也是隐藏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给我科普一下。这里赔了呀！为了捡这个宝箱被爪子抓了一下，但是掉的血量一个糖果没有回复回来。最终 BOSS 战，BOSS 主要有4种攻击方式。第一种是用爪子抓人，第二种是爪子发射出来的雷电，这2个爪子都可以打爆，等于咱们可以把它前2种攻击方式封印掉。第3种攻击方式是吐火，这个火焰持续的时间很长。最后一种攻击方式是眼睛发射出来的雷电，2个爪子都打爆了。看现在的血量 ，BOSS 已经拼不过我了。BOSS 最后还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眼部雷电的攻击方式。这样的话通关了，尼莫救出了莫尔菲斯国王，斯兰帕岛又恢复了和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睡梦英雄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